到底这个歼灭日军的总数里，国军占了多少，我军占了多少？按双方那个报出来的歼灭日军的那人数，全体日军在中国都死了5回。这个日军死亡的70多万人里，我觉得可能我军能够占到10%左右的。西路军就是当时红军最强大的4方面军的主力，被在政治斗争中被当成了牺牲品，全部牺牲在祁连山下河西走廊。这个林彪同志走了以后呢，这个就有一位在我历史课本里一直都没有提到的人，在大量的我们的历史的这书里也不太提这个人。但这个人其实这个人正经情况下，他如果评衔的话，他几乎能评上元帅，但是最起码也是大将。我们来回答网友的问题，问说这个。因为上一期讲到中央军、桂系、粤系、东北军，各方面川军所有的地方派系，中央军全部都涌向这个淞沪前线，拿出的都是最看家血本去拼命。说这个红军在干什么？当然也有人问到平型关战役所以就先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就是当然了，这个在两岸非常敌对的时期。两岸的课本是一模一样的课本，最逗的是只有一个不同，就是红军和中央军调过来了，在或者叫国军和红军调了一个，在我们的课本里呢是说，都是由我们在抗日的八路军、七子军承担了主要的抗日的任务，然后国军不抵抗，国军如何那个搞摩擦不抵抗。抗日的都没他们事儿，在对岸的那书里写的一模一样，只是主语跟谓语换一个，说都是国军在抗日，国军承担了这个共军不抵抗，共军搞摩擦，共军发展自己势力等等，准备内战。总而言之，两岸在这个咱们不叫冷战了就是那个互不往来的冰冻时期吧。这个两岸的课本都是这么写的。后来呢，我们率先开始，写了一些国军抗日的事情，现在越来越多，现在也允许拍电影，出书等，大家也会看到。实际上，当然了，首先大家肯定国军是抗日的主力，这是第一。但是第二呢，它是应该就是它是抗日的主力，因为它是政府，它是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就算红军是个地方政府，一个比如说在陕北的延安的一个地方政府，那当然抗日的那个主力就是应该由政府来做，我们中央政府来做。那实际情况也是国军承担了最大的这个正面战场。到今天没有详细数据说到底这个歼灭日军的总数里，国军占了多少，我军占了多少，一直也没有一个详细的数字，因为双方都报的很多。按双方那个报出来的歼灭日军的那人数，全体日军在中国都死了5回，都不够两边说我们这歼灭多少日军，其实加一块也没那么多日军，所以实际上日军最后最新的统计，但原来说40多万，但是最新的统计，因为日军也缩小，也他们的伤亡，这样鼓舞士气，所以三边的数据都有问题。那最后就是两岸加上日本的学者们，大概有一共识，就是70多万的日军的死亡吧。因为我们有一个比较模糊的，我军统计的时候原来有一个比较模糊的数据是说伤亡多少人，但是90%伤员是能回前线的，所以一个人可能伤了好几次，但是你每次伤亡加起来，最后发现全世界日军也没这么多，那这个统计其实是不合理的，用伤亡这个字只能在某一次战役里说伤亡，你不能把这些数加起来说是总伤亡。那最后我个人觉得在这个总的这个日军死亡的70多万人里以及这个数十位将领里，这个在中国被打死的或者病死的吧，飞机掉下来摔死的、淹死的都算一块儿。这个我觉得可能我军能够占到10%左右的，就我个人，这完全是我个人的看法虽然我军没有打过大的战役，这个像淞沪会战一下歼灭几万日军，像长衡会战的时候在先后歼灭10万日军这就是国军正面战场的大战役，像台儿庄战役像忻口战役等等我们的平型关战斗
就是忻口战役的一部分啊。所以我现在要回答这两位朋友的问题，就是说红军在干什么？红军当时当然全国人民一致抗日嘛，红军也离开根据地，离开陕北这个来抗日，这个把全体红军改编成了只叫了很短一段时间八路军，就其实就是叫大部分时候都叫18集团军，八路军只是最开始的时候很短时间就叫18集团，我们就叫18集团军嘛。18集团军就是全部我党的武装，然后由朱德这个当司令。下面把我军的这个三股主力红军吧，就编成了3个师，其中我们的历史课本里当然是这样说，是以中央红军就是一方面军为主，编的115师，就是林罗做这个师长跟政委。实际上一方面军就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的时候，只剩个几千个人是也没办法弄成一个师，但是陕北当时有差不多15000陕北红军，以刘志丹领导的这个陕北红军，但是刘志丹同志就莫名其妙的牺牲了啊，于是这15000人就归了中央红军，正好就和会师的时候的2方面军人数差不多，因为贺龙、萧克带领的2方面军差不多就是2万人，就被编成了，后来就被编成了120师，贺龙当师长。当时红军最强大的4方面军最开始跟1方面军会师的时候，4方面军有8万人，齐装满员，而且战斗力超强。结果由于党内分裂，然后互相怎么说呢，就是党一直有这个内部有一些不和谐的这个东西吧。由于党内分裂，4方面军非常悲惨的成了党内斗争的牺牲品，然后连续的过草地，然后大部主力西渡黄河，被驱赶上了一条不归路，就是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讲的西路军的故事。西路军就是当时红军最强大的4方面军的主力，被在政治斗争中被当成了牺牲品，全部牺牲在祁连山下河西走廊。最终回到陕北的4方面军，正好和这也是2万多人，就是和2方面军一样，和加入了15000陕北红军的1方面军是一样的，所以差不多这下大家平衡了，也不闹了。所以4方面军就残余的部队就改编成了129师，但是并未让4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做师长，而是让徐向前做了副师长，而由1方面军派去的刘伯承做了129师的师长。所以等于是3个红军主力这个编成了这3个师，然后一样怀着我看到很多网友在讲说好像红军不努力啊什么什么的其实我想说的是，在刚开始的时候不管真的假的，各个军队都是努力的，因为至少你努力，你会受到人民的爱戴，对吧？你也对得起你自己是个中国人，是个军人。所以在开始的时候，那18集团军开出陕北还是很努力的，开到了山西前线，然后这个山西战场上就华北战场上其实是以西北军为主的，这整条津浦线打得都很差，这个平津4天就被日本占领了，然后保定很快被占领了，就继续往南走，到了山东就不战而退，韩复榘。所以以西北军为主力的这个所谓的华北沿津浦线向南的这条战线打的是一塌糊涂，但是华北打的最坚决的，华北打的最大的仗是由中央军晋绥军为主力，当然加入了我军红军吧，就是或者叫18集团军，叫八路吧。我们要为了大家听着方便，咱也不用叫18集团军，省得弄不清楚，咱就叫八路也可以。这个忻口战役当然它是太原会战的一部分，但是它太原会战最大的一次战役就是忻口战役，也是华北战场最坚决的一次战役，也是华北战场唯一的没有打败的战役，就是忻口战役。忻口战役由中央军14集团军，也就14集团军是中央军主力集团军，也是由蒋系的所谓中央系8大金刚之一的卫立煌将军和晋绥军的主力，这个就是阎锡山下面的一直的最能打的悍将和傅作义将军指挥的晋绥军为主，这个打的这个忻口战役。这2个人很有意思啊，这个并肩作战，原来他俩一直是对手，因为中原大战也好还是什么也好，那个晋绥军就是阎锡山部队和中央军打的时候，经常就是这俩就是对手，卫立煌这中央军这边晋绥军的傅作义，然后现在并肩作战一起抗日，而且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他2个分别升任东北剿总司令和华北剿总司令，
就东北交通司令就是卫立煌，华北交通司令就是傅作义，分别指挥国民党最后的重兵集团，差不多都是50多万人的重兵集团，分头败给了我军，卫立煌是东北最后完全被我军占领，然后傅作义最后献城起义，就是保护了北京。但这两个人很有意思，一辈子就一直这么有这种关系。这个我军呢，那个就在忻口战役的时候，奔赴到了前线，并且由朱德总司令这个担负了整个忻口战役的一个侧翼的总指挥，但是主要的部队还都是国军的部队在前线，而且打得非常英勇，包括最先牺牲的这忻口战役和淞沪战役是同时的，我想说时间上完全重合，我想应该算最先牺牲的国军正军长吧，就是中央军第9军的军长郝梦龄。郝梦龄军长军师旅3级这个军官都在第一线督战，冲锋，这个军师旅长都牺牲在前线，所以打得非常的激烈。然后这个我军的主力巧入敌后，然后在这个平型关这个截住了日军一列运大衣的车队，然后那个经过奋勇的战斗，歼灭了这个日军的这个运输队，缴获了好几万件大衣，这个严重挫伤了日军的士气，因为没有衣服穿这件事儿是很烦的，但是平型关，我想说公正来讲，平型关不能叫一次战役，它是一次大的会战，就太原会战下面的一次大的战役，叫忻口战役下面的一次战斗。所以实际上应该叫平型关战斗。当然，至于歼灭多少日军，当然各执一词。这个日军是说被歼灭100多人，那我军就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说的数字都不一样。你最多的时候可能说到上万人，然后有时候说几千人，因为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需求嘛。历史就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什么时候需要她歼灭多少日军的时候，她就歼灭了多少日军。但是总而言之是一次胜仗，刘伯承指挥的129师就是四方面军改编的这个，立了更大的功。实际上，当然历史课本也提到了，但是好像没有平型关觉得厉害。但是实际上，我觉得129师在阳明铺这个夜袭机场，炸毁了20多架飞机，实际上是如果按战果和战功来讲，是给正面战场的中央军跟晋绥军以最大帮助的这次战斗。因为实际上我军的空军是很弱小的，在华北前线几乎就没有我军空军，我军空军当时全部集中在淞沪前线，跟中央军主力一起在跟日军的海军航空兵、日军的陆军航空兵在战斗，然后所以日军的空军对我军的阵地有巨大的威胁，所以129师这一次奇袭机场，然后是被卫立煌总司令多次点名表扬的。当然了，烧毁20多架飞机和抢走几万件大衣都是这个对战场有正面作用的啊。我个人觉得20多架飞机比几万件大衣还要这个好一点但是那么历史里总是要说比如说中央红军改编的这个115师，当然是要战功一定要最大的当然它有个副作用，这个大衣这件事就是因为缴获了好几万件大衣，大家都有了大衣穿，然后林彪师长这个穿着这个日军的军大衣在那儿跃马飞驰，当然心情也不太好。那时候打完了这个太原会战之后，因为为什么不好呢？因为这个当时我们都改编成八路军也好，18集团军也好，等于都变成中央国民政府序列下面的军队，当然要让像国民政府要军饷了，那我们得一视同仁给我们军饷，然后国民政府当然也要一视同仁给18军军饷。结果这个115师第一次去领军饷，派了这个115师参谋长周坤同志，这个人如果不转钱逃跑的话，那建国55年评军衔他必是大将，因为他完全符合评大将军衔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资历，就是红军时期的10级以上干部，然后八路军时期的这个旅级上干部，他是115师参谋长，那他当然是比他当时级别还低的都能评到大将所以周坤同志忘记了自己以后能评到大将这件事儿，而是领了这个6万块钱大洋的这个军饷以后，
觉得长期革命有点辛苦，没见过这么多钱，所以他就当然还好了，他让警卫员说你去拿一半给那部队当军饷，自己拿了3万大洋就回家了，然后买房买地娶媳妇儿，过起了地主的生活。这个3万大洋是很多很多的啊，这个当时一个士兵差不多1个月1、2块，3块已经是最好的，像中央军这种，2000块可以买个4合院，在北京，所以3万大洋可以买条街在北京，所以这个周坤同志结果大将也不要做了，弄3万块钱就跑了。这个林彪师长很生气，这个时候又赶上穿着日本军大衣在马上飞驰，然后被晋绥军的哨兵以为是日本人来了，结果就打得还挺准，打了一枪把林彪将军打背上了。这一下林彪同志就从抗战的这个序列里消失了，一直在苏联治病，一直到抗战结束4、5年的时候，才这个回来，然后统帅了东北的所有的我军，然后取得了解放战争最大的胜利吧。这个林彪同志走了以后呢，这个就有一位在我历史课本里一直都没有提到的人，在大量的我们的历史的这书里也不太提这个人。那这个人其实这个人正经情况下，他如果评衔的话，他几乎能评上元帅。但是最起码也是大将，这人叫陈光，就是他代替林彪做115师代师长。这个红军时期的这个他就已经是代替林彪做过一军团的代军团长，他完全符合建国以后评元帅的这个资历，就是升为平原司令是红军时期的军或军团，因为一方面叫军团，四方面叫军或军团级干部啊。然后这个抗日战争时期的这个师就是115啊120，这些师级干部他完全符合，但是他最后不但没有评上元帅，如果他评大将，他就是第一大将，就是大将排第一，苏玉大将就要排到第2位去，因为他的资历比苏玉大将要高得多，因为苏玉大将在红军时期只是10军团的参谋长，这个跟一军团代军团长那完全是不能比。一军团是红军第一主力军，这个10军团方志敏是红军最弱的一个军团，所以苏玉大将的红军时期的资历，以及抗日战争时期的资历都不如陈光。但是陈光同志的，我就不再讲陈光同志的历史，后来发生了什么，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查阅一下。所以这里面115师突然就出现了2个大家很陌生的名字，这其他人其实本来是应该能评元帅以及大将的陈光和周坤，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查一查。但是这个所有的历史以及革命的道路就是大浪淘沙，这个不管你曾经有过多辉煌，然后你总是在这个路上就会有人掉队这都是小细节啊，卷包逃跑的也好，还是这个林彪同志负伤了也好，总而言之，我军在最开始阶段还是很奋勇的，跟全国的军队一样同仇敌忾的，都怀着对祖国的热爱以及对这个日本鬼子的痛恨，所以积极的在战斗着后来在长期的相持阶段的时候我应该比较公正的讲，虽然当然国军正面上打了很多非常规模浩大的战役，尤其是战长沙、3战长沙、长衡会战等等这些规模浩大的战役，不管是昆仑关也好，还是这个最后的雪峰山，打过很多次，但是实际上国共双方都开始有保存实力的念头因为都觉得，尤其是美军参战以后，大家就更是急转直下，因为这件事美国人民要知道，美国人民会很生气，就是美国人民珍珠港被偷袭了，美国人民群情激愤，然后议会里不分2党了，大家坚决要求跟日本干，但是消息传到中国，全中国放鞭炮，热烈庆祝，然后重庆遍地鞭炮，在解放区也是，因为大家觉得太好了，终于交给美国人来干了这事儿，咱可以省事儿，而且咱必胜，因为只要美国参战就必胜。这个也是我在同一期之前录的时候，就讲到的，就是说日本的南进和北进的政策，最终由于淞沪战役的原因，这个是一部分原因吧，最后导致了日军决定南进袭击了珍珠港，而没有采取北进跟德国一起先把苏联干死，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更正确的战略。但是我想说，所有的战略也好，战术也好，都是第2位的，第1位的就是
不管发生了什么，再要拖延多少年，法西斯都胜利不了。这是我想说的。即使日本当时没有南进咬住美国，而是把美国扔在一边继续孤立主义，而是跟德国一起去咬住苏联，即使把苏联莫斯科占领了，再一起去打英国和美国，法西斯也赢不了。因为这个是历史车轮浩浩荡荡，这不只是说会多2年或者3年甚至10年，人类一定会把邪恶的法西斯消灭掉。所以后来有很多纯军事迷会经常说，哎呀，你看如果这个日本当时北进啊西伯利亚，那就拖住数十万西伯利亚的苏军就没办法抽调到莫斯科前线去，那德军就已经占领了莫斯科啊，或者说哎呀这斯大林格勒这个战友是啊这个等等等等的，就各种各样的那种遗憾。因为有很多军迷是德军迷啊，日军迷还是挺少的，因为日军确实没什么可迷的，这个跟德军的这个战斗素质是不可同日而语。除了海军啊，海军日本是超强。我想说，我年轻的时候作为一个年轻的军迷，我也经常有这种遗憾，经常浩叹扼腕，说：“哎呦，这一下南云如果这个没有那么傻，鱼雷放下来再装下弹放来装鱼雷，那中途岛海战就不一样了啊！”或者说：“哎呀，那场战是如何。”等我到了40多岁这个岁数，啊，你看了更多的历史，看了更多的滚滚红尘，所有的人类的成长跟细节，你才最后发现，军事不是最重要的。不管是这场仗是怎么的遗憾的输了，那场仗的情报怎么不准确，被怎么样了，最终正义必定战胜邪恶，法西斯是绝赢不了，啊，所以呢，美军参战，大家心里都非常的这个。我记得咱们小的时候看的那个抗日电影《小兵张嘎》还是什么呀？里面还讲了说，我告诉你们，你们这些臭翻译官还是伪军吧，你们不要再跟日本人干，日本人兔子尾巴长不了了。说你看美国啊，我们的苏联如何，我们的美国如何，已经把日本干成那样了。当然，美军是消灭了几乎全部的日军精锐主力。这个因为日军袭珍珠港之后的最大的一个转变，就是把关东军，就是原来准备北进苏联的这个精锐的关东军，啊，以及在整个中国派遣军中间的主力的精锐师团，其实就是编号在1到16的这些师团全部抽调去南洋，就是在菲律宾，在每个岛上，在等等嘛，在东南亚、缅甸、越南，所有的这些精锐师团，最后全部被美军歼灭在浩瀚太平洋上，不管是在菲律宾，还是在冲绳岛，还是在硫磺岛，还是在瓜岛，这个极大的减轻了正面战场的负担。就日军其实在中国派遣军的数量每年都在增加，最多的时候确实达到过很人数是很多的，但是质量一直在下降，就是因为他们的主力的兵团不停地被抽调到南洋去对付美军，然后最后被美军歼灭了。应该说大部分的日军这个精锐主力就人数来说，美军歼灭的日军只比中国战场大概多一点，但是就质量来说，主要的日军是在那里被歼灭了，导致国共两党都开始存了一个，要不然就让美国老大把他干了算了，咱们都攒着点力气，等着到时候内战掐一掐所以其实不光是我军当然是后期开始对于暴露我军实力比如说后来我军打过百团大战扒了几百公里铁路，但是扒了几百公里铁路倒不是什么大问题，问题是突然冒出100个团，这个导致彭东海同志回到延安，这个受到严厉的批评在整副运动中央也被整的那个不善嘛，因为这个我党军队是党军，所以党军是一切服从于党内的一切斗争都影响到军队所以就后来就以不暴露实力这个为前提，然后能干点就干点国军呢应该说心里也有这个想法，当然因为他承担的是正面场的，他打来了你也没办法就我军只是承担日军经常来扫个荡什么之类的，但是日军主力都在前线，他打来了你说怎么办？那只能应战。所以国军虽然在后期已经不如在当然淞沪战役时候大家那种满血的那个状态是最厉害的包括忻口战役，就第一轮的37年38年的这一轮战役，包括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都是充满了那种坚定的战斗意志，然后跟日军拼命的到了后期美军来了以后，那个国军其实还是没有开始坚决
尤其是后期装备越来越好，最后大概国军有数十个师已经全副美械装备等等之后，基本上还是你打我来跟你干干，你不打我咱就等着美国大哥打你，就最后就因为美国的其实当时打日本有很多个方案嘛，其中也包括了从大西南后方建大量的机场去轰炸日本，然后等等等等为此还请梁思成、林徽因两位先生标了这个日战区里边的所有的古迹，就是美军说去轰炸日战区，比如说南京、上海等等的时候，我们不要炸到中国古迹，就请了林梁两位先生梁思成先生以博大的那种人类的仁爱情怀，不但标注了我国日战区的古迹，还把日本京都跟奈良的古迹都标出来，就恳请美军在轰炸日本的时候保护人类遗产，因为那些精美的建筑都是人类的智慧的精华。最后美军在将日本全国夷为平地的情况下，因为日本都是木头房子，是非常容易。后来美军就投燃烧弹，燃烧弹投多的时候会形成那种风暴火焰，就是日本只要一次燃烧弹地毯上轰炸，全城就夷为平地。那全日本都被美军夷为平地的情况下，这个京都跟奈良的古建筑都被保护了下来这件事情也可以看出来，这个虽然是在战争中的两个国家两个民族，但是知识分子心中还始终怀着那种对全人类的那种仁爱之心吧。这个说的有点远，这个回答了这个问题另外一个网友他问中日军的战斗力到底是怎么来计算，因为这个是见仁见智的事了从来没有任何一本书著作认真的计算过说到底，因为实际上日军的战斗力也不一样，就是我说那前面那些番号在16以前的那些师团当然也包括20、23，比如说有些精锐师团，和后面1级、10级，那战斗力是不能比的。那我军也是一样的，我军的中央军主力，比如说全副德械的36、87、88师，以及最精锐的18军、74军、第5军这些的战斗力跟比如川军上来一个师，那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红军的战斗力其实也很强，如果按照全国统一排名的话，红军的战斗力就是改编成八路军以后的当然没有稀释到后来根据地理去那些之前就是那3个红军师的战斗力实际上是能够比肩最精锐的中央军主力的所以你没办法计算说到底日军一个师团的战斗力能跟这国军多少人打，只能说大致的可以判断一下，就是说日军一个主力师团，比如说忻口战役时期的那个板垣征四郎的第5师团，这种就是16以内的番号的主力师团，实际上我觉得能够和中央军主力的2个集团军能打成平手，因为忻口战役实际上就是第5师团加上关东军的3个旅团，对的是我军的10余个军，我军10余个军本来企图围歼这个第5师团和关东军的3个旅团，但是我军以11个军的力量，而且这11个军还包括了红军，就是八路吧，或者18军这3个主力师，包括了中央军主力第14集团军，包括晋绥军最能打的傅作义第7集团军，都包括在内，就是未能围歼日军的第5师团加上关东军3个旅团，后期加入了一个相当于旅团级的一个支队这基本上战斗力就相当于是这样，就在淞沪前线的也比较明显，淞沪前线9个日军师团面对大概几乎全中国的军队主力70多个师，这个和9个日军师团这个最后被打崩溃忻口战役打成平手，所以平手的战斗是可以计算的，就说因为我打败了，这没法计算再添多少可以平手，忻口是打成平手并没有败，只是因为扬子关被突破了，背后被包抄了，所以忻口战役的中国军队撤退了，所以忻口战役10余个军和日本1个主力师团3个旅团能够打成平手，这就是抗战初期的2军的战斗力对比后期这个远征军的战斗力那基本上是要超过日军的，远征军差不多这个一个加强营就可以跟日军一个连队，日军连队相当于是团大队相当于是营，中队相当于是连，远征军一个加强营是能跟日军一个团，就是一个连队能对抗
啊，因为远征军全部美械装备，而且在印度受训，而且关键送到印度去受训的，全部是有高中以上学历的，换句话说叫中华民族青年的精英，所以这样的一支军队是完全能平手战胜日军的。其他在国内被装备成美械的，这个像18军、74军后来都74军尤其是全美械，的这些中央军主力。在后期，比如说像最后的这个，雪峰山战役，就是叫什么湘西会战吧，最后一战的时候，是完全能够一个军能够和日本差不多一个师团能对战，所以并不是，我们有什么问题，实际上我们这个民族有什么问题？我们这个民族没问题，我们这个民族只要拿起比你先进的美式装备，我们就完全可以揍你，而且后期这个。美式的装备跟训练就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前期实际上一开战的时候，我应该这样讲，开战的时候，中国军队不管是哪支军队都身经百战，因为中国多年在打内战，每支部队中央军经历过那么多次血腥的战斗，从北伐到蒋桂战争、中原大战，所以我军实际上都是身经百战，日军反而都是没打过仗的，日军追溯到最近的一次。战争也是大概差不多1921年、22年，日军干涉苏联，就是那时候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出兵干涉苏联，那边英美什么波兰等等从西边，然后美军和日军都在西伯利亚登陆过，当然最后都被英勇的苏联红军给弄回来了啊。所以日军追溯到这个时候也就打过那么仗，那也已经是16、17年前的事情了。这个。张古峰、诺门坎，尤其在诺门坎被苏军痛击，但是被歼灭了日军的主力师团，所以日军上到前线的这10几个师团，其实只有训练有素，以及武器装备好过国军但是其实跟苏军、德军、美军都是不能比的。日军也不愿意研发那什么冲锋枪什么，他觉得浪费子弹，就武士道精神一定要，砰给你一下，这个，所以鬼子放大炮，八路军拉大栓，其实鬼子也拉大栓，这个就是那38大盖。所以这个日军在未经战斗洗礼的日军主力，在初期击败了其实是身经百战的国军也好，还是各个派系也好，说明内战并不能锻炼部队。那这些部队100万大军都经过身经百战，但是百战都是内战。所以内战并不能把一支军队锤炼成钢铁之师，内战也不能把一支军队锤炼成一个无敌的这个军队，反而是最后在8年抗战中间锻炼出来的这最后的这些中国军队是完全跟日军1对1的对战的，这就是我个人判断的，就是如果你问我，我大概就是这个概念，这就是中日双方战斗的对比。